早安。昨天晚上比较晚到饭店，不知道外面长怎样。然后刚刚打开窗户才发现，我们房间外面长这样子。今天蛮冷的。今天要去森美术馆，要去看这个。找不到早午餐店，所以买了三明治，坐在那个庭院旁边吃。庭院超美。好高哦，它在53楼。现在在纪念品店，他们东西比我想象中还要丰富。童书封面好可爱，53楼的景观超漂亮。可是我没有买观景台的票，所以我只能从玻璃看。等一下要去马布台 Hills 跟朋友吃饭。走路虽然才20分钟，但是好多爬坡。马布台 Hills 就在前面，然后那边左右两边的住宅都好漂亮。哇，这里很棒哎，又可以逛街，然后树也种得很漂亮，然后还可以看到东京铁塔。这一区真的是很赞。发现我很喜欢的香氛店 Bully 是一栋的。怎么可以连神社都看起来很时髦呢？为什么有一种饥饿游戏的首都的感觉？地下街有花店，还有很棒的超市，但我今天来不及了，我下次再来好好的逛。来地下室的餐厅吃午餐。失礼しました。あとリンゴジュースお待ちします。我的是炸鸡，我朋友的是炸鸡跟鲑鱼的。他们调味都很特别，红萝卜有咖喱跟孜然的味道，然后炸鸡有香茅的味道。终于来到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毛线展。我们要去伊多玛，日本 Vogue 社的举办的毛线的活动。我们为了要去参加伊多玛，今天都穿自己做的衣服哦，可爱吧？一个学院风，一个慵懒性感风，自己说。对面那些女生应该也是要去伊多玛。到了超级遥远的日本 Vogue 社，伊多玛就是直接搬在他们这个大楼里面的展示空间。你看现场的人潮，现在大家都在排队要进去。这个市集总共有2天，我们是预约今天第1天的下午4点。进来他们就先给了一个小小的毛线别针，
就是可以当进出的识别证，然后还有一张地图。我们进来了，里面人超多的。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预约了，因为他这个没有预约的话，一定人潮多到根本没有办法逛。等一下，这场才开始不到15分钟，就已经有人抱着线在排队结账了。这次参加Itoma的品牌总共有27摊，然后其中大概有5、6间是外国的品牌，像我们看到 Marabrigo， 刚刚有看到 DMC， 然后还有看到罗文，但大部分都还是日本的品牌比较多。先绕一下整个场地，他们天花板布置的好用心哦，自己的场地就是可以这样发挥。然后墙壁上也有很多编织作品放在那边让大家欣赏。现在来逛各家的商品，这间是 K Ito， 它专门卖很好的羊驼线，他这次也带了好多个颜色来这里展示。这间的老板很会用断染线，然后他有出书，很多人在前面跟他签名合照。这间是 Atelier Yarn， 他们家是专门做植物染，而且是用他们自己种的没有农药的植物去染色，然后染得非常的好看，然后也常常跟设计师合作一些材料包。以及基亚他们是专门做手染线，还有手染的原羊毛，就是你可以用来做手纺线的那种，这种一条一条的羊毛，然后都已经染好颜色，颜色染得很可爱，很缤纷。来到哈塞嘎瓦的摊位，哈塞嘎瓦它是大品牌了，应该很多人都不陌生。那它这次也有带来他们的很经典的丝毛海。丝棉跟棉麻线，然后还有一些少量的花花的纸线。那当然，他们这次也有准备很多材料包。这个是来自静冈的毛线店，毛线品牌，它叫做 M-Wool， 也是有一些很有质感的线材。这家是 Atelier Manoa， 好像是来自湘南的毛线店。那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做的这种比较少量的质感很好的羊驼线。哦，这就是我们昨天在浅草桥有逛的 Itoricard。那他们这次也是带了不少东西来展出。这家是 Ito， 有很多很好玩的毛线，比较特殊材质的东西。然后它的每一款线呢，都有做各式各样的材料包。刚刚那个长桌上都是材料包，然后这边还有更多材料包，都好可爱。现在来到 Chappy Yarn 的摊位。Chappy Yarn 的摊位好像比其他摊位都稍微大一点，然后它的商品也好丰富，都是手染线，各式各样的手染线，有单色的，也有花花的，也有缎染的。仔细看，其实架上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他们生意很好，刚才想要结账还要排队。这条超漂亮的披肩是 Chappy Yarn 的原创设计，然后也有材料包。这边是超级有名的 Avro 的摊位。Knitting Bird 是今年才开了实体的店，我还没有去逛过。然后他们有这个很可爱、很特别的金属线，叫做 Atakamo。我现在右前方这间好像是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们代理一些毛线的品牌。上面有挂那件 Kido 他妈现在最新的那一期，里面有一件很可爱的背心。战利品，秀一下战利品。我做这个小袋袋，然后还有买 Chappy Yarn 的手染线，有这个点点，还有Ito Batake。
还有一朵 batake，啊，那好漂亮哦。对啊，还有什么？凉漱口袋，可爱，两个颜色。两个颜色，植物染，很漂亮。这次的店家跟人都太多了，所以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仔细介绍，但是真的很好玩，我明年还想要来。Hello， 现在已经回到台湾，然后把行李里面的东西都整理出来，又是最喜欢的开箱时间。那先给大家看，就是我第一站呢，在 Miyuki Factory 买到的珠珠跟亮片，我应该有买到20包左右的珠珠跟亮片。那我就挑几款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像这种，它里面就是会有一点那个渐层，然后内圈跟外圈的颜色也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感觉有点像那种陶土上釉的那种效果。同一款还有这种黄色墨绿色系的，颜色也是很特别。我还要买这种4.5米跟5米的这种比较大颗的，然后它这个就是比较大颗，然后很可爱。还有这种白色雾面的炫光粉肤色炫光的感觉。台湾的那个就是卖珠珠的店或是手艺材料行呢，小号的珠珠会比较难买到，像是1.5米的这种尺寸，这种尺寸用来填那种色块的颜色，就是可以填的比较密实，然后效果也会很好看。所以这次我在 Miyuki 呢就选了蛮多包这种1.5米小号的珠珠。绿色的，然后还有蓝色。我对蓝色跟绿色比较没有抵抗力，这两个颜色我就特别喜欢。白色珠光的，还有这种粉肤色的。然后像亮片我也买了3、4种，但亮片好像都是法国做的。像这一款呢，有这种自自然然，这种它就是先帮你已经串好在线上面，那你要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针呢对准这个线头，然后你就可以把亮片一把全部推到你的线或是你的针上面，很方便的这种。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散的，它是散的，然后散的这种就是看你要用几片，就每次要用的时候，就是把它戳一个起来，戳一个起来。所以两种都可以用，但方便性不一样。那这都超漂亮，我觉得它这个炫光真的超美的。像我买了这么多，加起来好像台币才900块而已，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令人失心疯的地方。而且我这次还有特别忍住没有买那些材料包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也没有时间做。那去完 Miyuki Factory 之后，我们又去了它附近的毛线店，叫做 Itorica。Itorica 有卖很多那种，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是商业用的线，比如拿来做衣服的线，但是有一些剩的线，他们就把它集合在一起呢，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新的组合，仿成比较特殊的一些花线这样子。然后我这次买到的是这一款，那这一款是一个 cashmere 加上好像是羊毛的细线，然后这个是剩下最后一角，不过它的长度有到好像500还是600m，它其实是这么细的。那仔细看的话，它就是2种不一样的线，我把它撕开，就可以看到它是2种不一样的线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线都是走这种路线，就是可能一个粗一个细，或是2个都很细，或是甚至是3条线，然后粘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做出很特别的花样这样子。逛完了 Miyuki 跟 Itorica 之后，我们又走到了附近的这个揭川明，它的店叫 Elava。那 Elava 好像是芬兰语的生活的意思。
那这两家店，它第一间就卖比较多器皿类的，然后也比较小一点。然后第二间就是在附近大概走路2分钟的大楼里面。然后第二间就是非常好逛，东西很多，然后也很大。但两边卖的东西不太一样。第二间就比较多家饰，还有一些北欧的进口家具。那还有芥川明他自己的一些设计的花样做成的衣服等等的。那我就在那边看到了很想要的毛毯。然后毛毯有很多的款式，但是我最后就是我跟我朋友都觉得这一条非常好看，是一条这样子黑白图案的单人的一个毛毯。然后芥川明他设计的每一个花样都有名字，像这一款的名字叫做 Sea Lace， 然后正面呢就是长这样子，然后背面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个两面都可以用的毯子，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它的边边呢都有像这个刺绣的这个造型的花样，把它包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精美。然后它的这个是它的品牌的 logo 在这边，然后他们连这个吊牌都是用这种好可爱的刺绣的。然后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很会弄包装，因为他们还用这个芥川明的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圆形的花样做成一个塑胶袋来装毯，然后外面就附了一个帆布袋，然后帆布袋是这样子，然后上面还有上面还有一个这种刺绣的吊牌，是一只小鸟。觉得这种包装真的很用心，而且也会让人家想要再重复使用。其实我甚至是有点舍不得用啦。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天买的东西吧。第二天的早上呢，我先去了森美术馆，正在展出这个美籍法国艺术家 Louis Bourgeois 的展览，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展览呢，我必须说它真的是展品非常的丰富，然后也很好看。那里面有展出艺术家他的这个代表作，就是那个非常大的蜘蛛的雕塑作品。那在现场看真的是蛮震撼的。那这个展好像是会展到2025年的1月，所以最近如果有要去东京的朋友呢，我非常推荐这个展览。不过他们之后好像也会来台湾展。那我看完展览之后，就有经过他们那个纪念品的贩售区，我就有看到这个一系列以他的针线作品或是画作呢为主题的这个盘子，大概有4款还是5款。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法文 Eau de la Vie， 是一个这样子的盘子，噔噔，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超可爱的。我还买了一个蜡烛，它蜡烛也是有蛮多款，闻起来像香茅，应该是香茅，因为它上面有写说可以防虫，所以我想应该是香茅。然后我选的这个是粉红色，它粉红色就是有一个蜘蛛的图案在上面，所以就我觉得它们是很棒的动物，所以看到这个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它里面是红色的蜡烛，闻起来就像香茅。后面有这个 Louis Bourgeois 的签名，然后这个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日本限定，但是它有附一张说明书，然后上面是写说是日本制。再来就是最欢乐的毛线展的部分，是有被我自己吓到，因为我竟然没有买很多，就是我每一摊都有看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我这次真的有就是特别克制的，想说不要乱买，因为我好多线都还没有用，然后所以我这次就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 Chappy Yarn 的手染线，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那这款其实是 Chappy 跟另外一个品牌叫 Ito 2个品牌一起合作的款式，应该是 Ito 的毛线，然后由 Chappy 去负责染色，然后它有好多个颜色，有绿色、黄色、粉红色，这个蓝色，然后它的材质呢是羊驼、美利诺还有棉，规格应该是看起来像 worsted，
所以也是这种蓝色有点点的线。但我就是很喜欢蓝色加点点的组合，所以这么可爱的我当然是不能错过。然后它一组里面有3个。这边剧透一下，我们这次秘密市集啊，12月的秘密市集 ，Chappy 呢也会来台湾，然后跟他合作这个Ito 也会来台湾，然后他们2个呢合作的这款线会推出一个灰色铁灰色，只能在台湾优先买到，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刚刚讲到Ito嘛，所以我也在Ito逛了很久。因为Ito它很有趣，它就是有很多很特殊材质的线，然后它的线比较不是像我刚刚讲说可能工厂生线混在一起那种，它是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把它做成很特别的线。然后我买的是这个下面的这个熊熊的小背包，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有点等不及，所以我回饭店的时候就已经开吃了。然后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Ito 在卖线的时候还用了这个网子装，我就要给你们看这个线有多特别。它这个线是布织布，它其实是布织布，然后有点像我们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然后店员会用一层那个布织布帮我们把衣服包起来的那种布织布，但是它要稍微再软一点，然后它就是很像这种缎带型的线，那它弄起来的手感就很滑，很像纸，但是很软，然后也很坚固，然后很有弹性哦，超级有弹性，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有趣这个东西。然后Ito它就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所以Ito到时候来台湾的秘密市集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他的摊位找找看，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哦，我前面说我只买了2个东西，但我突然间想到我还买了这个，因为我没有带棒针去，所以我现场买了一个这个 C-Knit 的竹针。C-Knit 呢，我已经是久闻它的名字，那这一次买了一组来试试看，果然名不虚传，非常的好用。的这个竹子呢，非常的滑顺，然后很轻，然后在这个接头的部分呢，非常的顺滑。然后我也很喜欢它的连接线，因为它连接线也是顺顺的，不会乱卷。虽然只用了一阵子呢，但是我还蛮喜欢的。就这样子，我这次在毛线展真的买的不多，应该是我有史以来在毛线展买过最少的一次。但不是因为东西不精彩，是因为我这次就是特别告诉自己不可以再乱买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东京的购物分享。很希望天气赶快再冷一点，我就可以披着我这个毛毯，然后点刚刚那个香茅的蜡烛，然后编织，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介绍跟购物分享，下次见喽，拜拜。